我说一句难听点的话，因为你是个男的，我就说点难听的。我现在用这么几个字形容你，6个字：烂泥扶不上墙。我扶不扶得上墙，以后你就知道了。张绍刚又摆不清位置了，不仅对求职小伙找茬挑刺，还试图阻挠老总们对求职者产生好感。可偏偏小伙实力过硬，直接让平时与张绍刚站在同一战线的老总们纷纷倒戈转而支持求职者。最后的结局简直不要太爽。刚刚从澳洲的悉尼回来，双硕士学位，艺术品管理硕士，市场营销硕士。我回国的目的是我看中中国未来市场发展的潜力，我想找一份关于公关或市场营销相关的职位。希望得到各位 boss 的欣赏，谢谢大家。节目中来了一位高学历海归，不过张绍刚这次学聪明了，没有在祖国这个话题上过多纠缠，而是换了个新招数，当场对这位求职者来了个成语突击测试。中文写作的表达能力怎么样？还可以吧。考你个成语：高山流水。形容它的比较顺畅，那个山比较高，对，水流下来的就会比较顺畅，对，比较急，比较顺。中文水平一般。了解了啊。12位，请选择让他继续还是离开。身为主持人，以提问的方式考察选手特定领域的能力，以便让老板们更深入地了解求职者。这么做原本无可厚非，然而张绍刚过分的地方在于，他仅因为一个题目就全盘否定选手，轻易得出选手中文水平一般的结论。这种以偏概全的做法未免太过草率。更过分的是，在做出如此片面结论后，他还刻意引导老板们迅速做出选择，这也导致现场一半的老总直接灭了灯。选手见此情形，立刻拿出自己在国外取得的成绩单，以此来证明自己的实力。这就是复习国外学习的一些资料，简单介绍一下复习。这么着，我从左到右吧。好，这3篇是我在澳洲发表的英文写作刊物，已经在澳洲发表了。还有关于翻译的，其实我翻译工作做的还是不错的，尤其是翻译一些国外的文章。没有成语。求职者原本打算通过展示自己的翻译实力来证明自己的中文写作水平，然而出乎他意料的是，张绍刚再次提起之前的成语问题，以此来讥讽他：你连出终生都能掌握的成语都搞不明白，还好意思自夸翻译能力有多强。这一番话的言外之意，无疑是在质疑求职者所发表的文章没啥含金量。面对张绍刚的故意找茬，小伙也决定不再惯着他，直接霸气回怼：没有成语是很，因为说实话，给大众看的东西不要太矫情。小伙一句不要太矫情，可谓是巧妙地内涵了张绍刚，引得台下观众纷纷拍手叫好。眼看在自己的场子丢了面子，张绍刚哪里能咽得下这口气，于是开始逐渐暴露出自己的本性。紧紧抓住这个小问题不放，疯狂作妖起来。高山流水很矫情吗？说实话，取决于你的。我一定要来给你普及一下，复习。高山流水讲的是俞伯牙和钟子期的故事。这2个人啊，琴嘛，哎呀，琴瑟相和。然后以后用高山流水来说明的是知音难觅。身为求职节目主持人，本应该尽力促成求职者和老板们的合作。然而张绍刚为了挽回刚才丢失的面子，紧抓着之前的小问题不放，执意要教育对方一番。但没想到求职者不按套路出牌，在张绍刚滔滔不绝地说了一堆之后，小伙直接回了句：我知道。一句我知道，直接对的张绍刚难受至极。你刚才怎么不知道？所以说我刚才问你高山流水是一个整体，但是如果你要只问我高山流水的话，太局限性。我感觉这高山流水可以形容很多不同的事情。你真的不能再说话了，复习，好好说这个。好，因为你再说下去，就离无知真的不远了。行，好吧。眼看张绍刚一副没完没了的样子，小伙也不想与他过多纠缠。他深知自己今天来到这，主要目的是为了找工作，因此他将精力集中在与老板的深入交流上，通过展现自己的专业素养和能力来赢得认可。于是他选择了暂时避让，避免与张绍刚陷入无意义的争论中。你认为中国的奢侈品的市场会怎么样？中国奢侈品消费人群未来会很大很大，随着中国人越来越有钱，比如说 fast fashion 说快速消费的一些品牌进入中国以后，他们的发展趋势很好，说明什么问题？老百姓喜欢好看的衣服，比如说 Zara、H&M， 从小喜欢时装，我想从事这个行业。尤其说实话，我在国外这么多年，我最深的感触，老外对于中国设计师、对于中国品牌的了解太少了。我想把中国的带到国外去，好东西给外国人看看，中国不比你们差。很明显，不管是在能力、谈吐表达，还是对未来趋势的敏锐判断上，这位选手的表现都展现出了极高的自信，说话条理清晰，有理有据，当场就赢得了2位老总的赞赏和青睐。然而当提及希望能将中国品牌推向世界的宏伟愿景时，却遭到了现场一位老总的质疑。刚刚说的那些都是你的梦想，那你如何带出去？你有什么资源？面对这种刁钻的问题，求职者以清晰的逻辑和流畅的表达，从容不迫地回应了这一质疑。这是为什么我来到这里，我想找一份
能够让我学习更多东西的地方，一份工作。我随着这份工作，我会认识更多的人，有更多的人脉，有更多的经验。是时候的时候，我会把他们带出去。然而，面对求职者如此清晰的回答，张绍刚却给出了一个情商极低的反驳。不，你这逻辑错了啊！他能教给你方法和教给你认识人，他自己早推出去了。这一番话不仅否定了求职者的回答，认为其不切实际，还顺便贬低了在座的老板们，暗示他们没有能力将自己的品牌推向世界。张绍刚如此行事，真可谓是竭尽所能的得罪他人。在座的老板们自然不会支持他这种态度，反而纷纷站队支持那位求职者。这就是得罪人的下场，只会让自己颜面尽失。我还想帮这个父亲说句话，他的回答，我想你的意思哈，并不是说别人给你机会，然后教你怎么去做，不是这样。其实我想他真正内心想表达的就是说，你给我一个平台，对，我会施展我的能力，对，我需要的是一个平台。哎，我发现今天都宽容，大家对他悉心照料。不是我怎么他了呢？眼看自己在之前的环节中遭受批评，现在又变得存在感全无，他心里满是怒火，却又无处发泄，他怎么可能会就此罢休？于是，在老总们为求职者提供岗位的环节，张绍刚又开始搞起了小动作，会给你一个品牌总监的一个职位。品牌总监啊，艳丽她才25岁，我有经验。你有什么经验啊？他完全没有国内工作的经验，艳丽。我要提醒你一下，张绍刚对求职者真可谓是处处针对。在求职者即将求职成功时，他还想凭借一己之力搅局，这种操作实在让人难以理解。难不成真的是因为其心胸狭窄所致？然而小伙的表现实在太过出色，不仅逻辑清晰，表达流畅，还展现出了极高的专业素养。老板们对他的形象、学历背景和临场表现都赞不绝口。我会给你3000块钱的底薪，然后其他的收入，然后是3个月的试用期。试用期以后的全职呢？全职要看你的表现。我想帮你争取点待遇。我说实话，对薪金待遇的要求不是，因为我看重的是未来我的一个，我如果做得好，我相信马老师以后会给我更高的工资。好，因为我今天就是一个什么都不是，我摆清我的位置。眼看局势已经明朗，张绍刚决定转变立场，站在求职者这边，试图为他争取更好的薪酬待遇。然而出乎他意料的是，这位求职者做人非常踏实，并没有配合他的表演。当看到自己的好意被求职者婉拒后，张绍刚也是被彻底激怒了，当众对小伙开始了人身攻击。我说一句难听点的话，因为你是个男的，我就说点难听的。我想帮你争取点待遇，最后你给我叨叨了。我相信，我现在用这么几个字形容你，6个字。烂泥扶不上墙，我扶不得上墙，以后你就知道了。言辞犀利，霸气回击，这位小伙子多年后果然不负众望，事业发展如日中天，成为行业翘楚。而反观张绍刚，因节目上口无遮拦，一度深陷舆论漩涡，饱受恶评困扰。由此可见，会说话懂分寸何其重要。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切记不要通过嘲讽他人来彰显自己的优越感，这种做法不仅缺乏尊重，还可能让自己陷入尴尬境地，甚至断送大好前程。诸君，对此你们觉得呢？